海藻的话，它可以增强皮肤的保水性，提高肌肤的这个湿度，从而让肌肤的话变得更加水嫩。因此的话，它是具有较好的保湿作用的。那海藻的生物活性物质的话，按吸收的难易程度，它可以分成2种，一种是分子量比较小的，吸收后的话能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体内代谢的物质，主要包括一些卤竹化合物啊、萜类的化合物等等。另外一种是难以被消化吸收的细胞间粘性多糖，或者说细胞壁组成成分。其中海藻糖的话，它被誉为生命之糖，它将高吸水性和良好的成膜性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，为皮肤提供了很好的保湿效果。它的保湿主要是在于海藻糖分子中具有丰富的羟基、羧基以及其他极性基团，它们可以和水分子形成大量的氢键，从而结合大量的水分。同时呢，由于海藻中的分子链它还可以相互交织成网状结构，增强与水分子的这个氢键结合，因此具有很强的保水作用。此外，在胞外的机制中，海藻糖能够与皮肤中的其他多糖组分还有纤维状蛋白质的话，它有共同作用，形成含有大量水分的胞外胶状机制，为皮肤提供水分。海藻中的这些活性物质的话呢，它能够与皮肤蛋白结合，形成具有保湿性能的凝胶。另外，它还可以通过水合作用，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保护膜，从而防止水分蒸发。此外，海藻具有较好的护发作用。海藻中的糖醛衍生物、盐藻糖聚合物，还有硫酸化半乳糖等这些活性的话，它可以与头发里面的蛋白结合，形成保湿性复合物，并且产生明显的保湿作用，从而能够增强头发的这个光泽度跟柔韧度。那学了海藻的这个保湿功能，我们如何自制一款海藻面膜呢？我们在前面如何鉴定海藻真伪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提起过，质量好的海藻加水了以后制备面膜的时候它用量少，起胶粘，而且的话它起胶非常快。好的海藻颗粒的话，起胶以后的话是非常粘的，出胶以后的话它撑不容易撑烂这些特点。因此海藻面膜的制备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，用水直接调制即可。但是呢，有几个细节点和步骤需要和大家再强调一下。第一，海藻和水的比例要合适，如果水太少，海藻没有完全搅拌或者浸泡开的话，直接敷在脸上，海藻它是反而会造成这个吸收这个面部的水分，使我们皮肤出现比没有食用前更加干的现象。所以强调一点是，调制的时候要掌握好合适的比例，水宁可多也别少。取2勺海藻放在面膜碗里，然后的话按海藻与水1:4的比例放入适量的水，然后的话一边加水一边用面膜棒慢慢的搅拌，你会发现海藻开始释放出很多的胶。第二的话要注意，做海藻面膜需要的水温，用温水比用凉水调效果会更好，更容易起胶。第三，泡海藻的时候的话要非常的有耐心，让海藻的话多浸泡一会儿，然后再敷到脸上。另外，优质纯天然的海藻的话是可以天天使用的。海藻本身是具有提亮皮肤的作用，在坚持使用的状态下，可以使我们这个皮肤变白，达到美白的效果。敏感的这个肌肤海藻面膜的话，隔天使用，或者说1周用2到3次。海藻面膜最好是在晚上敷，因为晚上肌肤细胞的话会更加活跃，代谢能力也会增强。这个时候的使用，肌肤很容易会吸收海藻面膜里边的营养成分。不要超过海藻面膜的应该敷的时间，一般的情况下，这个面膜敷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海藻面膜也是不例外的。好，本章节就介绍到这儿。